刚睁眼，我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臭味。翻身一看，一具睁着眼睛，嘴里含着秦口钱的女尸，不知什么时候躺在了我的身边。我惊得从床上连滚带爬，跌倒在地。怎么回事？再探头看，我认出了女尸是姚青莲。她是我隔壁单元的邻居，3天前车祸横死，脑袋被撞飞了。她脖子上还有缝合线，她怎么会出现在我床上？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一口气看到大结局，每天更新。喜欢评论区扣1，无聊扣2。温馨提醒您，正文开始了。说起来，姚青莲的丧事还是我帮忙料理的。我和姚青莲的爸爸老姚经常在公园锻炼身体，一来二去熟悉了。他了解到我从农村来，懂点阴阳事，所以姚青莲死后，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请我帮忙料理后事。人家白事请我帮忙，不好推辞，我当场答应。毕竟我也喜欢过姚青莲，还在他家蹭过几顿白菜猪肉的饺子。他这意思，看着老姚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也挺难过和惋惜的。但见到姚青莲的遗体时，我心里头咯噔了一下。她嘴眼张开，无法闭合，这是死不瞑目啊。在民间的禁忌里，人意外身亡后嘴眼合不上，一般是因为这种死者怨气比较大，此时需要通阴的人进行一些仪式来安抚，为死者合双关。我跟着老家雕墓碑的石师傅学过点阴看事的皮毛，立即按照规矩为姚青莲合双关。我当时一边念叨着阳间事已了，早过奈何桥，一边揉他的眼睛。遗体眼皮冰冷，但总算成功合上。接着是揉嘴巴，人在弥留之际呼吸困难，嘴巴张开，死了之后嘴巴还保持着生前的形状，要在嘴里塞秦口钱，这是让死者拿去过冥河的钱，然后再往死者嘴里放白糖，盖上火纸，合双关完成。再跟老姚说一些忌讳事宜，就是白事里的老规矩。不过因为姚青莲死时才23岁，又是横死，所以多了一个点3香烧纸鹤的程序，意思为驾鹤西去，并祷告让姚青莲不要挂念阳间事，早点投胎去。接着安排亲戚朋友按规矩办事就行。一切弄完后，安慰了老姚几句，替人办白事多少得收点钱，不然不吉利。于是我收了老姚2000块钱，便回了家。而今天应该是姚青莲被送去火化的日子，没想到一大早，他竟无端躺在我的身边，直勾勾地盯着我。难道是我之前合双关的流程出错了？我突然想起来，石师傅曾和我说过这种情况。合双关后，若是死者嘴眼仍然无法闭合，应该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需要找根源彻底了却死者生前事，否则死者必会怨气冲天，进而闹事，甚至会借助其他媒介害人。姚青莲死不瞑目来找我，准是有什么未了的心事让我替他去办。死人的事可不能随便应诺，被赖上了可咋办？这简直是烫手山芋。就我那3脚猫的点阴本事，也就是混2包香烟3顿饭，收不收钱另说。可想起我还真收了老姚的2000块服务费，我真想抽自己2耳光。因为我收了姚家的钱，姚青莲有未了心愿，我还必须得接，拿钱办事，替人消灾，这是自古的规矩，不接我也躲不掉。姚青莲会一直跟着我。我赶紧喊老姚来把遗体请走，随后把家里整个消毒，然后才去了姚青莲家。老姚对于女儿出现在我家中一事十分震惊，先前就差要报警了。从我这把遗体弄回去之后，他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问了多次，老姚才把门砰的一关，扑通跪了下来。大侄子，青莲死后接连出幺蛾子，这其中一定有事，你一定要帮我。哎呀叔，您这是折我的寿，赶紧起来，有什么事您说，我尽力而为，能办就办，不能办你也别埋怨我。我先给老姚打个预防针，万一他真让我上刀山下油锅，打死我也不接。因为阴阳无小事，哪怕是烧个黄纸也得有条条框框的讲究，可不能瞎逞能。但矛盾的地方也在这里，
我收了钱，按理就要与人消灾，但如果这事太危险，我也会慎重衡量。叔，青莲生前是不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想见没见到的人，办事也要有办事的态度。无论如何，我得率先开口。老姚琢磨片刻，有吧，有个叫宋峰的孩子和我姑娘谈对象，之前青莲也跟我暗示过想和宋峰结婚，我和他妈都不反对，后来听我姑娘说是宋峰家不同意，为此青莲一直闷闷不乐。要是真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恐怕也就这件事。那赶紧请宋峰来，烧点纸，见一面，把该说的都说了，人鬼殊途，希望姚青莲能瞑目。一事不烦二主，小李，请你辛苦跑一趟。老姚给了我一个信封，我目测厚度不低于2000，我心动了一下，但婉拒了。别，叔，这事8字还没一撇，这个您先拿回去，若是办成了，我收的也心安。说完，老姚给了我一个宋峰的家庭住址，我马不停蹄在宋峰家里找到了他。看他家的住宅环境，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父母不在家，家中只有宋峰一人。宋峰头发凌乱，黑眼圈内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一开门就把我吓了一跳。宋峰是吧？我叫李青言，长话短说，你女朋友姚青莲死了，辛苦一下，跟我过去烧点纸，行不？不要缠着我，不是我害死你的，不是我。我话刚说完，宋峰就抱着头惊恐地蹲在地上，大吼大叫。宋峰紧张的样子让我不得不多想，只是让他烧点纸给姚青莲，他怕什么？我扶起宋峰，见他惶恐不安，安慰了他几句这世上没有鬼的话，可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信，连番问了几次，他才说为什么怕。前段时间姚青莲来找我，要跟我结婚，可是我家人不同意，我就跟他分手了。谁知道他死了。宋峰跟我讲了和姚青莲分开后的情况，我恍然，按照宋峰所说，姚青莲出车祸还真和他有所关系，所以宋峰才怕。这段时间我经常梦到姚青莲来找我，跟我要5库金银，可我哪知道5库金银是什么呀？听到这里，我反而松了口气，因为姚青莲既然托梦有需求，这事就好办。5库金银就是活纸冥币，但量很大，需要各种金银元宝搭配，还要烧写有姚青莲生辰8字的路引，不然烧了姚青莲也得不到。宋峰向卖冥纸的人打听清楚什么是5库金银后，就买回来点火烧了，但姚青莲不答应，一直托梦给他。我询问了烧纸的详细过程，明白宋峰忘记烧路引，没有路引，不管他烧多少都没用。宋峰连惊带吓，就成了我看到的样子。我总算明白姚青莲未了的心愿是什么了，哄着他说，行了，你也别怕，烧5库金银是有讲究的，我教你怎么烧5库金银，把你俩的事了了，不过钱得你自己出，我不替你出这死人钱。宋峰犹豫再三后答应。接下来我带着宋峰采购了5库金银等必需品，直奔姚家。烧5库金银的过程很麻烦，除了烧路引外，还要不停的祷告，否则冥币都让别的死鬼抢了。宋峰跪在姚青莲遗体前，鼻涕哈喇子流了一地，说自己的不对，算是给自己求情。宋峰态度坦诚，姚青莲也不是宋峰害死的，5库金银也烧了，姚青莲执念已了，我想这事就算过去了。我把火盆里的冥币挑了挑，让其燃烧得更充分些。冥币烧的时候不能乱拨，拨碎了等于没烧，所以得小心翼翼地把没烧干净的挑起来，让冥币充分燃烧。冥币一烧2个小时，屋子内都是烟，就要烧完的时候，屋子内刮了一阵风，那烟被卷得在屋子内像一条小白龙。老姚成了惊弓之鸟，问我这风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是吉兆，说明姚青莲来拿钱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接下来就是合双关，这是必要的程序，不能让姚青莲一直睁着眼进火化间。我刚起身，宋风自作主张把手伸到了姚青莲的眼皮上，我大惊，你干什么？听我一喊，宋风被吓了一跳。我看他还睁着眼，既然武库金银都烧了，就为他闭上眼，谁他妈让你碰的？我大叫。话音刚落，姚青莲的遗体突然坐了起来，随后姚青莲本来因为车祸失手分离并缝合好的脑袋咕噜一下掉在了棺材内，姚青莲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宋风被吓得跑了出去，我也被吓得一哆嗦，这是诈尸了吗？不管是不是，我和姚青莲无冤无仇，她没理由害我。赶紧和姚青莲的父母手忙脚乱的把姚青莲重新放回到了棺材内，然后把脑袋放在脖子处，用火纸盖上。我也不知道宋风跑去了哪里，招呼着老姚赶紧烧纸祷告。姚青莲要真是诈尸的话，那可不得了。于是我一边合双关，一边对姚青莲的爸爸说，叔啊，赶紧安排把姚青莲火化，否则真会出大事的。老姚脸色发白，显然也觉得自己女儿的死充满邪性。刚姚青莲突然坐起来那么一下子，着实让我心脏有点受不了。换做胆小的，恐怕得当场跟着姚青莲去了。我一边默念往生咒，一边继续为姚青莲合双关。半个小时之后，姚青莲的眼皮终于合了起来，嘴巴也闭上了。我疑惑，宋风都亲自上门烧武库金银了，为什么姚青莲还能突然坐起来？我在姚青莲的脸上盖了火纸，跟着便出去找宋风。我在社区外的河边找到了宋风，他站在大太阳底下，被晒得浑身冒汗，他可能是觉得太阳底下是安全的。我说，没事了，你别怕。宋风还是不放心，真没事了。随后我将宋风带到了阴凉地里，河边没什么地方可坐，我拉着宋风在一棵老柳树下坐下，安慰他。坐下来后，我总感觉头晕目眩，突然眼前一黑，再恢复视觉的时候，我的手竟然掐住了宋风的脖子。你答应要娶我的，你答应说要一生一世的，你这个渣男！我嘴里发出的竟然是姚青莲的声音，更恐怖的是，我的双手不受控制的死死掐着宋风。宋风被我掐得喘不过气来，幸好有跑步的人路过将我拽开，这才没让我掐死宋风。宋风吓得连滚带爬跑了，我也恢复了理智，想要追上宋风道歉，但宋风早就跑得没了影。我好不容易才解释清楚这是场误会，没被人扭送公安局。我意识到姚青莲无法直接害人，她是要通过我的通阴体质来害死宋风呀。我回去也没能好好的休息，找老姚劝他早点把姚青莲火化，可老姚死活不同意，一直耽误到夜里12点多我才回去。第二天早晨，心有余悸的看了一眼身旁，姚青莲没出现，我放心松了口气。因为这2天实在没睡好，我又眯瞪了一会儿。起床后迷迷糊糊一边蹲坑一边给浴缸里放热水准备洗澡，忽然看见浴帘后似乎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谁？我十分紧张，提了裤子，本能的想要拉开浴帘看看。浴帘突然被掀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从浴帘后面冲了过来，将我扑倒在了浴缸内。我被扑进浴缸后挣扎几下，才看清楚对方竟然是宋风。宋风的脑袋向一旁耷了，随着他的动作而晃动，看得我心惊肉跳。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多管闲事，害死了我！我要你偿命！我用力想推开宋风，可他力气很大，将我按在浴缸里动弹不得。我正感觉窒息时，突然听到了公鸡的打鸣声，我瞬间惊醒，原来是梦。我的睡衣都被汗水打湿了，原来是我特别设置的手机公鸡鸣叫来电铃声惊醒了我。我十分后怕，回想起那个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拿起手机看了看，是陌生号码。接听后，电话里传来十分严肃的声音：
是李青言吗？是我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我姓王，请问你和宋峰是什么关系？我莫名其妙，宋峰犯事了？我疑惑回答，不熟悉，就是昨天见了一面。怎么了？没什么，请你到公安局来一趟，有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我心中奇怪，是什么事需要我配合？我立即答应赶到公安局，可越发觉得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具体哪里不对劲。我内心忐忑，迅速赶到了公安局，说明身份。电话里的王警官将我请到了办公室，简单说了情况之后，我才知道宋峰死了。王警官也没说宋峰是怎么死的，一直在问我昨天到底在哪儿，有没有人证，和宋峰的关系等等，我都一一作答。一直问了2个多小时，王警官才让我在几张笔录纸上签字。我心想，警察是在怀疑我杀了宋峰呀。我被限定离开本市，但我也不能闲着，开始暗中调查。经过我多方打听，原来宋峰在自己的卧室内割喉自杀。难道是姚青莲来了？不对，姚青莲不可能自己来，她需要我这个媒介。那么宋峰是怎么死的？我打听到有邻居看见我昨天找过宋峰，后来王警官又调查了宋峰的手机，最后找到了老姚。老姚告诉王警官，最后一个见到宋峰的人可能是我，所以我才被传唤。在这一次调查当中，我成了重点嫌疑对象，但我有老姚作证，而且宋峰的死亡时间大致推断在昨天夜里10点，我那时候正在老姚家，因此洗脱嫌疑。之后我从邻居和宋峰的家人嘴里得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宋峰回到家后神情很不自然，他的父母问了也不说，父母就出去应酬去了，最终宋峰在自己的卧室内自杀。宋峰父母从警察那边知道我有嫌疑，对我极其不待见，认为是我害死了宋峰，差点把我绑去公安局。但宋峰的死因还是被查明了，原来警方在宋峰的手机相册里找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宋峰的手机相册里都是和美女的暧昧图片，甚至有些3俗艳照。原来宋峰和姚青莲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和别的女人上了床，证实宋峰出轨在先，姚青莲死亡在后。另外，警方还在他的手机备忘录里找到了一则遗书信息，内容大概是：我喜欢别的女人，有什么错？姚青莲死了还要作怪纠缠不休。很好，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我死了也不放过你们，绝不会。这是一封充满怨念的遗言，原来是他欺骗了姚青莲。姚青莲大概率是因为分手而导致精神恍惚，浑浑噩噩，以致晚上骑电动车回家走神，被飞速闯红灯的渣土车削掉了脑袋。宋峰的死经过缜密调查，定案为怀着愧疚自杀，与我无关。可是宋峰自杀就自杀，入梦找我干嘛？我担心宋峰死后找事，又跑到宋峰家，请求他的家人在第一时间烧掉所有宋峰遗照，泪不落湿，3天内必须火化，消除戾气。宋峰家人对我怀有成见，根本不理会我。折腾几天，我回家简单吃了点东西睡觉，半夜醒来，感觉嗓子眼发干，手一抓，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借着夜灯一看，全都是头发。我惊呼，可喊不出来，好不容易把嘴里的头发都拽出来，这才能出声，但嗓子也哑了。我吓得魂都快从天灵盖飞了出来，并且觉得反胃想吐。还没下床，见我的被窝里似乎钻了个什么东西进来，他在被窝里蠕动。我下意识掀开被褥，赫然看见了披头散发的姚青莲。不知什么时候，他钻在了我的被窝里。我的妈！我甩开被子要逃，但姚青莲满身是血，从被窝里钻出来，抓住了我的双腿。我滚到床边地上，右手第一时间打开壁灯。等我回头一看，姚青莲竟然不见了，可我的腿上却清晰地留下了几道血淋淋的伤痕。它证明姚青莲来过，他还没有打算放过我。问题是，我都已经替他了了心愿，怎么还来找我？我开着灯，看时间是凌晨3点，不敢再睡，
平静几分钟后，迅速给在老家的石师傅打电话。石师傅是我老家雕墓碑的师傅，是一把好手，除了有雕龙画凤的手上功夫，还有一身驱邪避凶的本事。我那和双关等本领就是跟他学的。现在危急关头，我不得不请他帮忙。手机响了5、6遍都没人接听，正要放弃不再打，石师傅语气迷糊的接听了。青言，现在才几点？你半夜3更不睡觉，打电话干什么？石师傅不耐烦，我沙哑着声音说：石师傅，我见鬼了，你明天无论如何也得来市里帮我看看，你不来，我这边的事就大了。接着我简单把这2天遇见的邪性事说了一下，石师傅一听就知道麻烦了，把家里灯都打开，把水的总阀关了，水能聚阴，还有你把煤气灶打着，用小火慢慢烧，我现在就赶过去。活人不低头，死人不抬头。活人不低头是因为有骨气，死人不抬头是因为举头3尺有神明。现在死人抬头，这是怨气冲天啊！我用黄桥青米试试能否请走。石师傅赶来之后，确定了救我的办法。黄桥青米是黄符、红色竹筷子、清井水、糯米，通过这4样东西能把脏东西送走。黄桥就是清水里立3根筷子通阴，烧黄符，用女鬼娘家人的水饭把女鬼送走，最后要火葬，并且尸体要蒙上双眼，断了他回家的路。做这些事之前，石师傅问我：你不是已经替他合了双关了吗？怎么还会回来？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出格的事了？我解释说：没啊，这事本身就出格，我怎么敢火上浇油呢？石师傅更觉得奇怪，按照道理说，该送走的程序规矩都齐全，不应该纠缠不休啊。于是让我问问姚青莲家人。我迅速给老姚打电话，再三追问，老姚才说出了实情。这实情把我气得差点吐血。原来老姚觉得闺女死后一直闹得家里不得安宁，嫌弃我法力太低，能耐不行，所以打算请个得道高僧来做法，给女儿超度再下葬。也就是说，姚青莲至今还未火化。我跟石师傅来到隔壁单元老姚家，发现姚青莲果然被冻在了冰棺内，只等着得道高僧为她超度。无知，老姚这回是把我害得够苦，死人给我找事，活人也不消停。我气得直跺脚，但也没办法，我不是姚青莲的什么人，话说多了反而得罪人，但我也做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毕竟我已经被牵扯了进来。石师傅和我打算回去用黄桥青米试试看能不能送姚青莲走，有石师傅在，我内心稍微松了一口气。这时我女友苏兰给我打了电话，说是从老家赶了过来。要是往常，苏兰来了我肯定高兴，但现在我高兴不起来。既然来了，我就得去接。我先去商店买了2条红南京香烟及1瓶酒，算是给石师傅的车马费。随后我赶到车站，把苏兰接了回来。路上我打电话给老姚，让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出门去弄黄桥青米的必需品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这个仪式，送走姚青莲。做晚饭的时候，我和苏兰腻歪在厨房里，也没提姚青莲的事，怕苏兰担心。苏兰要给我做辣椒小炒肉，我弯腰去橱柜下拿辣椒，再直起身，看见苏兰捏起一块生肉塞进了嘴里。你吃什么了？没什么。苏兰冲我笑了笑，嘴角挂血。无论我怎么问，苏兰死不承认吃了生猪肉。我留了心眼，也不追问。晚饭过程很温馨，但我心里头有事，提不起兴趣。苏兰还以为他来了我不高兴，我解释好久，他才消气。石师傅喝了2两烧刀子后，去客卧呼呼大睡。苏兰和我久旱逢甘霖，十分主动，2人地动山摇。我正要说几句情话调剂，苏兰脸色一变，忽然坐起，指甲在我的后背划出了数道血痕。随后苏兰开始疯狂尖叫，声音十分尖锐，刺激得我耳膜生疼。我忙按住苏兰，把衣服塞进了她的嘴里，防止咬到舌头，扇了她几巴掌，她才清醒过来。随后我给苏兰穿好了衣服。石师傅被苏兰的尖叫声惊醒，
在门口询问，我简单说了。石师傅大皱眉头。我和姚青莲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生前我和他没有过节，死后我尽心为他帮忙奔走，他怎么还阴魂不散地纠缠我？我真的很恼火。石师傅问了苏兰的生辰八字，我俩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双方交换过八字，因此记得。说了之后，石师傅翻了翻眼。苏兰和你有些类似，是中阴体质，加上最近姚青莲纠缠你，不中邪才怪。你忘了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夜逛小树林后中邪的事了？我不可能忘记，那一回是我心血来潮，哄着苏兰钻了小树林，可就是那一回，苏兰忽然中邪，差点把我吃了。我就不该为姚青莲料理后事和双关，我这是闲得蛋疼，给自己找事。石师傅说，替人料理后事是功德一件，你没做错，姚青莲肯定还有未了的心愿。这么看来，黄桥清米的方法是不能用了，你再去问问，实在不行就自己查，必须得搞清楚，否则你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没用。他就算不害你，但总这么纠缠，你也受不了。石师傅的话提醒了我，我突然想起来，我为姚青莲合双关的时候，他脖子上除了缝合线之外，还有一些抓痕，当时以为是缝合头颅的时候留下的，现在仔细一琢磨，是可能没那么简单。你去问问，在这里猜来猜去没用。石师傅提议。天刚放亮，我再去老姚家，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正面侧面询问了几十遍，姚妈妈才断断续续地说了件我一直不知道的事。原来姚青莲遗体送回来的时候，姚妈妈为姚青莲穿寿衣时，就发现姚青莲身上有一道道血痕和淤青。一开始她以为是车祸留下来的，但飞速而过的渣土车上只有一块铁皮把她的头削了下来，不至于造成姚青莲妈妈形容出来的那种表皮伤。这事涉及隐私，姚妈妈才支支吾吾不肯说。当时她没在意，现在回忆起来想一想，很不对劲。加上我3番5次询问，她才说，既然不是车祸，那必然是人为。我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人死后要断气，但有时候执念太重，会化成一口怨气，最后转化为戾气，就会闹得鸡犬不宁，到处找媒介复仇，直到戾气化掉。你和苏兰都是中阴体质，火性低，很容易撞邪的。你们这样体质的人也很常见，平时多注意些就没事。可是你这回替人办白事，就惹上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石师傅呷了一口酒，语气很沉重。这事还有转折，想想看，姚青莲死后，除了父母双亲，还有谁碰过她的尸体？这事不难想吧？我拉着石师傅的胳膊说，从头到尾必须接触姚青莲遗体的人，只有法医和遗体整容师。如果法医动了手脚，尸体到了遗体整容师那里，肯定会被发现异常。法医动手的可能性比较小，可以先查查遗体整容师，毕竟他是家属领取尸体前最后一个接触尸体的人。我听老姚说，姚青莲遗体是在殡仪馆缝合之后才送回家吊唁的。真相大白了，我激动的几乎要把桌子掀了。王八蛋，这事他肯定脱不了干系。我正咒骂着，接到了老姚电话，告知我姚青莲已经被高僧超度下葬了，但不是火葬，是土葬在了郊区姚家的老宅基地旁。我顺带问了下给姚青莲缝尸的整容师名字，他叫陈楠。姚家真是傻大胆，死不瞑目的人也敢土葬，疯了！火一烧，一了百了多好。石师傅听见了我刚才和老姚的通话内容，异常惊讶。我无奈说，师傅你不懂，老姚此人异常固执，我早就劝他把姚青莲火化，他就是不听。现在又有江湖骗子蛊惑，必然是土葬。老姚能到哪请高僧？大概率是骗子。不管这些，先找陈楠确认。石师傅也觉得这事忒恶心。我们快速扒拉了几口饭，让苏兰收拾碗筷。石师傅带上2包烟，和我迅速赶到了殡仪馆大门口。殡仪馆可不是说进就进的，为此石师傅编造了个理由，把带来的2包红南京香烟塞给了门卫，我们才进去。
但是我们在殡仪馆内转了个遍，也咨询了一些服务人员，没发现陈楠的踪迹。难道那孙子是提前察觉跑了？没理由啊，陈楠不可能知道我们在找他。石师傅仔细一琢磨，不行，带上铁锹，到姚青莲坟地看看去。我右眼皮总是跳，怕是要被你连累。我说，师傅，你别吓我。石师傅让我废话少说，赶紧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西郊，打听到了姚家老宅基地。姚青莲老家就是这儿，后来一家人搬进了小区单元楼，这里就空了。姚青莲的坟就孤零零地耸立在宅基地旁边的田地里。哇！石师傅下了命令。啊！我愣了神。哇！石师傅把烟屁股一扔，看看尸体还在不在，在的话万事大吉，要是遗体不在，我在旁边挖个坑，你直接躺进去得了。师傅，您别吓我，我是真怕。我和石师傅二人呼哧呼哧挖了半宿，看见棺材之后，骨子上传承下来的规矩让我不敢碰它。师傅，挖坟掘墓开棺见尸，可是要断子绝孙的。石师傅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你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说实话，我是真发怵。我是没对姚青莲做过亏心事，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以前干的3、5件龌龊事全都浮上心头。正要坦白，石师傅已经把棺材撬开了，棺材里空无一物。神呢？不对，尸体呢？石师傅说，麻烦了，赶紧回去。此时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的，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我和石师傅赶紧脚底抹油，跟踩着风火轮似的回了家。师傅，您看看这事到底怎么搞？石师傅说，姚青莲这事还有隐情，才死不瞑目。他死后可能真被人2次伤害，所以咽不下这口怨气。冤有头债有主，这债主还另有别人，您可不能瞎猜啊，得有个准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我和石师傅在客厅里聊着，苏兰却在厨房里不时地笑出声，听起来像是有人在逗她。嘻嘻嘻，听得我和石师傅浑身不舒服。苏兰怎么了？我到厨房看了看，问他，他又奇怪地反问我怎么了。想起苏兰吃生肉满嘴是血的样子，我觉得苏兰可能有问题。我把苏兰的异常反应跟石师傅说了，石师傅说，坏了。跟着我俩发现苏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到了卧室镜子前，摸着自己的脖子，忽然转过头来冲着我和石师傅，他脸上不知道是什么表情。我和石师傅立即条件反射地从卧室里退了出来。姚青莲还在，石师傅说。我明白，此时的苏兰也许不是真正的苏兰。解铃还须系铃人，不管是不是陈楠，必须先找到他，不找到他，这事难平。刚要出门，门外响起了震天响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竟然是陈楠。见到我，陈楠扑通跪了下来。兄弟，我千辛万苦才打听到你，你可千万救救我啊！谁跟你是兄弟？我正想找你算账呢，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石师傅不动声色地把他扶起来，有什么事你说吧。陈楠断断续续把他干的事儿给我们说了。凌辱女尸。我听完了陈楠的诉说，气得抓起茶几上的烟灰缸，冲着陈楠脑袋就砸。苏兰也从屋子内走了出来，扫了一眼陈楠，笑出了声。陈楠满头鲜血，看见苏兰却像是看见鬼一样，浑身发抖。我迅速将苏兰哄到了卧室内，再出来，陈楠已经吓尿了裤子。还有照片，卖暗网，换钱，一张照片1000多，没穿衣服的更贵。还有，陈楠头破血流，把干的龌龊事都抖了出来。我错了，我改。我天天梦到有个女鬼捧着脑袋追我，我打听了，你是替他合双关的人，你一定要救救我，多少钱我都出。你真是丧尽天良啊！石师傅已经听不下去了，陈楠是有多混蛋，能干出这种赚死人钱的恶心事来。现在他被噩梦缠身，罪有应得，可人家求上了门，见死不救也不是我的做人准则。但我十分矛盾，不救我也麻烦，救了的话，我觉得都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姚青莲。我错了，
救我，我不想死啊！陈楠磕头如捣蒜。石师傅和我交换了眼神，叹气说：造孽啊！我和你去买祭品，再一起祭奠姚青莲，看能否送走他。陈楠答应。石师傅拿了陈楠的钱去买祭品，他刚走，苏兰不知什么时候拿了菜刀冲了出来，对着还未离去的陈楠就砍。陈楠受了伤，立即逃跑，但门被石师傅关了起来，他本能地向阳台躲避。我心想，不能让陈楠死在我家，不然我有1万张嘴也说不清楚。我试图阻止苏兰，可没用，只能让陈楠先去卧室躲避。可还没关门，苏兰又追了过去。苏兰，你疯了！我继续阻止苏兰。陈楠惊恐万分，来到主卧室阳台上，大喊着：你不要过来啊！此时的苏兰也不知道怎么了，冲着陈楠砍过去。我试图抱紧苏兰腰部，但此刻的她力大无穷，挥舞菜刀砍陈楠。陈楠用双手阻挡，但是一点用都没有。混乱之中，陈楠身体倾斜，从卧室的阳台窗户口栽了下去。我惊呆了，往下一看，陈楠四仰八叉，早已气绝。他的脑袋撞到了楼层外墙角，又摔到了地上，早已摔成了烂西瓜。我看得头皮发麻。苏兰此时也晕倒了。我把宋风哄到了姚青莲身边，结果姚青莲诈尸，附身我鬼话连篇，导致宋风回去后精神崩溃而自杀。我怀疑姚青莲是通过我作为媒介报复宋风，也就是说，我间接害死了宋风。陈楠来求我，姚青莲附身苏兰，亲自挥舞菜刀送陈楠下了地狱。显然，姚青莲从头到尾利用了我。刚到楼下的石师傅见摔死了人，猜是我家出事，立即回来。李青言，姚青莲是借你的手报复啊！石师傅深深的叹气。我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稀里糊涂的2个人因我而死。我也不知道该说姚青莲最毒妇人心，还是说自己霉运压顶。但不管如何，此刻的姚青莲也该瞑目了。我先把晕倒的苏兰扶上床。石师傅说，我下去处理一下，主动报警吧，不然后续的事更麻烦。死人的事解决了，活人的事也不好处理。石师傅对我真不错，一个徒弟半个儿，我是给石师傅磕过头的，他不帮我，真没人帮我了。因为摔死了人，警车呼啸而至，石师傅下去处理。我陪着晕过去的苏兰，把他手中的菜刀拿了下来，随手丢在了地上。见苏兰身上都是陈楠的血迹，我打开衣柜，想为他拿件衣服换上。但是当我打开衣柜的时候，却惊恐地看见宋风和姚青莲的尸体一左一右直挺挺地站在衣柜里。姚青莲已经瞑目，说明执念彻底消散。但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宋风是怎么到我家衣柜里的？这事大发了，我该怎么解释？宋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我，好像他的死是我害的。讲真，我没想害任何人啊。突然，我感觉到身后传来嘤咛声，转过身，苏兰站了起来，她终于苏醒了。苏兰却露出诡异的微笑，翻身拎起菜刀，直勾勾地看着我。跟我走吧。苏兰嘴里发出宋风的声音。我头皮发麻，刚侧身要逃，脖子处却传来一阵剧痛，我的头垂了下来，紧接着又是一刀。我甚至听见了脊椎被砍断的声音，且能够看见我的脑袋从脖子上掉了下来，脑袋滚落在地。这一刻我终于醒悟，宋风死不瞑目是因为我帮姚青莲逼死了他，现在他找我报仇了。